姓名、小明36，周口市川汇区五一路。工作经历、我大学没上完，相当于上了半年吧。我觉得我这辈子与学习可能真的是无缘。上初中、高中的时候就是比较叛逆，不是说叛逆吧，我觉得老师有时候说的并不一定是对的。我会按照我自己的思想去主导我自己的行动，不会被别人所引导。我觉得上大学有很多时候就是在浪费时间。我们那个大学，民办大学嘛，招生比较厉害。那个时候刚好跟我上高中的一个伙伴，他是在武汉大学，然后我俩就一拍即合，就说，要不咱都不上了吧，去做这个招生，折腾了半年，一个学生没招到，最后把自己给招走了。招去哪儿了？北京一个叫影视传媒的也是一个基地。当时我报的专业是剪辑，学了可能不到2个月吧，央视的一个栏目应聘面试，然后我自己留下来了。但是水平不行啊，栏目组进了之后呢，我坐在沙发上坐了一个星期，没有让我上手剪。当时是想让我先看一段，但是就看那一段，我每天的收入都是按分钟算的。1周后让我上手一个中央三台的，就类似于同一首歌那种，导演就坐我旁边，然后我在那讲，我靠，紧张的很。其实我啥都不会，当时就学了个皮毛，怎么剪呀，什么弄的，就是这样一个阶段嘛。就是有一个镜头，那个主持人在讲话，拍的时候是停顿了一下，导演问我这个位置应该怎么处理，我说不知道。然后导演说，你不会把那个观众的情绪给一个贴到这里边吗？对。哎，我当时这就是不懂嘛，经验。就这样的事儿反复了好几次，大概我干了有2、3天吧。后来我们那个主管找到我说，也让我走，工资直接也结算了，按分钟结算的。当时才10几岁，我记得很清楚，就我这10几年，觉得自己很牛。当时进那个大学的院学生会也是在很多人中间选出来的。从那个公司那一天他让我走，我从公司门口走到我住的地方，整整走了7、8个小时，从下午走到夜里边。而且我记得很清楚，那天下着大雪，脑子一片空白，就没感觉，你知道吗？就是走了7、8个小时，一点感觉都没有，受挫了，人生第一次受挫，说不好听就被撵走了，很难受，接受不了。也没过几天吧，也是10、20个人去应聘面试，结果又是我自己给留下来了，然后就进到那个公司了。当时家里边包括朋友就说啊，就觉得我这个人很活范儿，今天干着这个，明天干那，干啥都干不长，想争一口气给自己。我就是要把这份工作给坚持下去。就那个时候我记得很清楚，那个阶段还有时候还看卡耐基，包括那个什么羊，我忘了啊。其实我不爱看书，但是为了成功啊，我就看成功学的书。在书里边你会经常看到一句话，就是一定是要坚持的成功，一定是要坚持的。带着这个信念，在那个公司熬了2、3个月。当时那个时候就是拍东西是用摄像机拍嘛，每天晚上要踩带子，跟现在不一样，全是踩带子。王志文、陈道明演那个，有很多带子都是我踩的，而且我还参与了一些初剪。印象更深有2个事儿，第一个就是我们那个公司就是10点之前根本没下过班，晚上就是每天中午休息将近1个小时，吃饭全是靠公司的前台去点。我记得很清楚，蒜苔肉丝我吃了几个月，工作节奏特别的快。有一次我从公司准备要走，结果北京电视台的一个编导拿个盆儿、拿个拖拉板子、刷牙的啥毛巾都带过来，我说咋回事今天？他说兄弟，咱俩可能要在这1个星期了。当时我操，头都懵了。当时那一个栏目比较赶，我们用5天的时间给它做出来的。那5天我们就没有出过公司，每天只睡1个小时，而且是大冬天，全凭意志力。第二个事儿，很多人都是投机取巧，不是我的事儿，我就是也是准备下班走了。我们合作的一个公司的一个导演过来说要找谁谁谁，我说他今天没来休息了，但是他那个片儿第2天早上要去报审，出问题了要改一下。我说那要不我帮你弄吧，然后就跟那个导演一块儿到他公司解决了一晚上。那个导演给我讲了1夜的道理，我就给他讲我在这个公司受了很多委屈，有时候你做的老板看不到，老板只听主管的，就给他讲了很多吧。然后他给我讲了很多道理，他说就是成功的确是需要坚持。第二个就是受委屈是正常的，每个人人生都会遇到贵人吧。在那个晚上，其实这个人就是我的贵人。他当时给我讲的那些话，是我可能到后边要走好多路才会明白的道理。在那一天晚上，我
悟透了。说实话，公司里边的大活都是我干的。我还剪过电影，有一个电影叫《村官》，我都剪过。后来为什么要走啊？我们公司当时有一个姐姐，她比我大得多。第一次发工资，我给她买了个巧克力，可能就很单纯的，就像感谢。对感谢吧。结果后来有一次，我知道她在主管还是老板面前说我坏话，那个时候我就在想，这他妈社会太黑暗了。对自己的总结就是稚嫩。刚进社会，把所有人都想得特别好。其实，在职场里边，每一个人都是想着自己，但是我们刚进社会是不懂的，后来就是因为自己做了很多事老板不知道，而且发工资跟自己的最终做的东西是不匹配的，因为我每个月还要跟家里边再要几千块钱才够我在北京生活的，义无反顾的从那个公司走了。有些东西到一定时候是一定要果断放弃的。我觉得所有的路都不是白走的，包括大学的经历，包括这一段的经历，对我后边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过了一段时间，我跟我一个在北京很要好的一个朋友，我俩同时去面试了一个栏目，就要一个人，我俩一块去的，只留了我的电话。我记得很清楚，面试了3次。后来我从那个北京回到周口，跟我朋友一起开了一个手机店，周口的八一路。大概有个10几天吧，接到电话，就是那个栏目的电话。当时给了我很高的报价，直接就回绝了。我说不好意思，我不愿意再跟着别人干了，我准备自己创业。我觉得我不太适合上班，开这个手机店，家里边不知道，快不干的时候才知道的，因为我花了很多钱去北京学，然后就很风采的在那儿北京怎么样要大搞一番，结果灰溜溜的回来了，就没好意思讲。就那半年在周口开手机店，家里边根本不知道。家里人不好奇你干了什么？他以为我还在北京，还在上班。然后就是做店了，通过家里的关系会参加一些饭局。为啥不干了？是因为我觉得我接受不了对人低三下四，可能通过某种关系能把活接过来，但是你要面对着这些东西，可能大家都明白啊，有一些潜规则在里边，有时候就是要求着他一样。那个阶段我接受不了，我不喜欢这样的生活，也不喜欢这样的工作。他有时候一句话好几个意思，你得去揣摩琢磨，很累，玩不了这个心眼。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啊，说起来也比较搞笑。我初恋的男朋友在南昌那边做生意的，他有几次来到周口，我们关系也很好，躺到一块儿就是睡到一块儿，就直接聊到早上5点钟，聊到周口这个香辣虾。他说这个要开到我们南昌绝对 OK。绝对火，从聊到开这个店只用了20多天的时间，就是我人生中第一家店，就是在南昌大学城旁边开的，也感受了很多东西。为什么家里边愿意拿钱给我去创业，就是因为家里边比较相信我，觉得我是一个做事的人，敢想敢干，敢想敢干。所以这么多年走到今天，我要感谢我的家人对我的支持信任，我才有今天。我身边有很多想创业但是没有资金，家里边也不愿意给钱的，这些太多太多了。但是第一个店最终是以失败而告终了。当时我就记得一句话：从哪跌倒从哪站起来。花了15万把那个老板的配方给他买过来了，香辣虾还有一个鱼的，然后就是背了个书包到阜阳，因为当时我第一个店那个店长他是安徽阜阳临泉的，他说我们老家人特别多，后来就搜了一下阜阳人，确实挺多的，所以我们就把目标放在阜阳了。记得我的被子啥玩意儿都还在南昌，到阜阳直接坐个出租车，我说到市中心，就你们的市中心，溜了2天，定了个地方，在阜阳西站那里开了我第2家店。为了减少开支，租了一个旅馆。我记得那时候《中国好声音》第1届住那个旅馆，我靠，热得很，每天还要往店里边去跑。说实话，很多委屈，客人给你的，员工给你的，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守店，那个店也是我自己守的。就一开始有店长什么，后来也没有了，就我自己在那守店，招待顾客，打扫卫生，擦桌子，我以前都没有干过。我有时候现在给我的员工去说，其实服务没有啥讲究，你就把顾客当成自己家人就行了，很简单。95%每天来吃饭的人都是我的回头客，都是我的朋友。所以那个时候，基本上大部分顾客都是我自己维持过来的，所以我现在知道怎么去跟顾客相处。其实生意就真的是在乎人做的，就是有温度，有温度，人情。一定要有温度，有人情。有一次过完年之后没有员工，后厨有1个人，前面就我自己，整个店爆满，1、24张桌子，每天晚上我打扫卫生都得打扫到1、2点。当时我就想，这找对象也别讲究了，能帮我干活我就要。有时候人无助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是想找一个人靠一靠，非常非常累。第3个店的时候，当时那个店投资的比较大，100-200万。当时接的是一个叫咖啡店，那1000平的店放到现在也是很牛逼的，1000平方的一个店。
就是上下2层非常大，但是那个店败了。后来流行商场，这就是沈阳的大润发，生意特别好。之前这个店的破桌破椅挪过去的，直接进场。直接进的，我靠，火了，挣到钱了。那到后边儿是怎么坚持下来，并且想要回到周口去做餐饮？当时就是小有成就了已经，然后就想着在周口再做的话，别人也不会觉得我是靠家人或者靠朋友，带着这个想法嘛，就是觉得成熟了啊，就回到周口。那在周口开的第第一一家店店叫什么？万润达的汉丽轩，这个我估计周口没有人不知道的。然后就是一路汉丽轩、过瘾、三汁焖锅、外婆家都开了2家，过瘾也开了2家，包括上海194安串串、鹿鼎小镇、悦小西、花野巷都开了很多家。县城也开了，万馆名品百货也开了，陆续开了很多家店。截止到现在，自己开过的店最少都有将近40家店，30-40家店。很多人就是知道我的店，可能都去过，在周口。业务上的东西，包括一些对接的东西，都是我让我下边的人去做的，我从来不出面去做这些东西，所以大家对我都不认识，而且那个时候也比较低调。包括到现在，我其实还是想有自己的生活的。人生中最大的在生意上的打击，就是在疫情那个时候。就19年到23年那个对，时段。那个时候年轻气盛，我可能这家店还没装修好，另外一家店又开始装修了，节奏非常的快，很累，而且都是重资产。餐饮随便一家店都得100多万。19年年底备了很多货，就是要备战过年，想着过完年准备换个宾或者劳那种，但是很无奈。第一次看到这种新闻的时候，还不觉得这个事儿有多大，但是当我知道30那天不让营业的时候，脑子一片空白。有时候我跟别人讲，口罩事件让我赔了很多钱，别人说那都赔了。但是我想给你们说的是那一年在我人生当中是唯一一年准备丰收的一年，因为那一年我开了很多家自助餐，包括那个时候还有外婆家，而且很多生意都非常好，那个时候还都排着队呢。还有一个店是刚开了几天赶到那个阶段的，本身要到郑州去发展，因为这个事儿也停了。那几年我的店也多，而且都在商场里边，周口的商场基本上都有我的店。不要觉得就那几天我们难受，是前后都难受。有风吹草动的时候就没人了，然后再加上停那一段时间，开了之后又有一段时间是没人的，所以这样的事我们持续一次就得赔将近30万。到后来我关店关的好像剩6家吧，那个时候就是让我学会了要走慢一点。有时候慢就是快。对，有时候慢就是快。所以从那个时候到今天，可能现在很小很小的一件投资或者小事情，我都会很谨慎。但是放到以前，想都不会想。很多时候大家可能都不太清楚了。截止到现在啊，就是我都没有缓过来。大家可能觉得这个事儿结束了之后会复苏，但并不是的，一年比一年差。做生意的都有这种感觉。还有一个就是近2年，有的家人就是离世嘛，得了癌症，从知道到走3个月的时间，形营社的人过去看他，就这个时候啊，让我又看透了人生。人不能为了钱而活着，要为你自己的当下活着。我为什么说这句话呢？就是有一个家人在他活着的时候，有能力的时候，帮助了他身边所有的人，让他身边所有的人都受益了。但是真正他走的时候，他需要帮助的时候，只有他的家人，别人最多就是过去看一眼。这就是我的感受，你说值吗？所以要理解4个字儿：人生无常。这一段话其实是我最想讲的一段话。人生并不是只有老了才会死，是随时都可能会死。走了就是走了，永远的走了。所以说，当你闭上眼那一刻，你跟我说你的成功、你的道德、你的怎么样有用吗？咱们这一代人不要去想着下一代人。你不要什么都为了他而活着，就很多现在家长都是在考虑自己的儿子、自己的女儿啊，我要为他去挣房钱、挣嫁妆钱。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我们都为了下一代，谁为了这一代呢？那我们活着的价值是啥呢？意义是啥呢？都为了下一代，谁为现在这一代？所以我觉得，人要活在当下，首先就是要对自己好。我觉得对自己好，就是对你自己父母最大的孝敬。你父母首先是想看到你好，但是你所有人都为了下一代，不是说自私啊。我说的是实话，我们是有义务把孩子培养到18岁的，但18岁以后，我们也有义务不管他。18岁之后，你自己去看着办。当下社会比较焦虑，由原来的托举变成拼命的鸡娃、对，卷娃。现在很累啊，在学业上拼，
不如找一门技术去学，有一个吃饭的工具。当你有了这个吃饭的本事，你就是铁饭碗。铁饭碗不一定是体制内，你有了技术你就很牛啊！我有本事我就挣钱，留着自己养老，我没有必要就是非得靠那个养老金去活着。我要靠那个养老金活着，我觉得也没啥意义。也没啥意思，我不觉得我活多大对我来说是一件特别特别好的事儿，我能接受我现在就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有一点前提是我今天活着我就要活出来自己想要的。世界变化现在这么快，谁能保证以后会变成怎么样呢？不信这也不信那，我就信我自己，开心就行了。我也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怎么说我，我从来不在意，因为我不想活在别人眼里边。那你这种性格是受原生家庭的影响，没有，还是自己？我自己，我觉得我能走到今天，没有受任何人的影响，全是靠的我自己，凭的我自己内心的想法。我从来不被任何人左右，我也不喜欢被别人左右。在周口做生意这么多年，你最喜欢周口的哪一点？我觉得我非常喜欢咱们周口人，我说的是实话，因为啥呢？就是首先我上大学的时候，我觉得河南人很团结，就在我们那个大学只要河南人一有啥事你知道吧？所有河南人都上，认识不认识都上，这就是河南人。其实为啥说周口人？我觉得周口人很实在，周口人没有太多心眼儿。大家都知道，就是说我的管理层跟我就是朋友关系，你从来只是说在公众上有时候就是我会把我的思想强压给他们一部分，但是真正在这个生活中，我们就是朋友。而且啥呢？就是我会按照自己的角度去管理他们。我身边这一帮呢，做自媒体这一帮的朋友，我从来不要求他们朝九晚五去上班，他们全都是自由的，只是说有事了你去做，你把这个事儿完成就行了，很扁平化，很扁平化，就事论事，在一对块做事儿。对，开开心心的。那你在周口做生意的时候，嗯有没有踩过哪些坑？太多了，太多坑了。有时候很倒霉，就是现在七路天下城那个位置，以前干过一个商场叫万东汇，我在上面投了一个外婆家一个过过瘾嘛，就是这个商场老板的资金问题，没干多久商场倒闭了，我投了200多万打水漂了。然后呢，就是新一丰那个地方也是开了2个店，结果刚开业10几天门口修路，还有一个上海1943串串，当时周口的核心位置，转让费都55万。一个小店，试营业的时候啥事没有，开业的时候所有那一块都写了个拆，开业当天写的，知道心里啥味儿吗？有没有遇到很坑的人？肯定遇到了，没有白纸黑字儿，被坑了很多钱，我们还打了2年官司，最后结果我很不服，但是没办法，白纸黑字儿我没有，他有，这个事儿赔了不少钱，但是我也从来没有公开的去讲过这个事儿，也没有解释过，因为这个事儿曾经也发酵过在线上。我这个人怕麻烦，我不喜欢麻烦，就是只要你不是太过分，宁可自己吃亏。就这么多年就是这样，我是从零开始的，即便是失去，我觉得也无所谓，就当没有，就当那不属于你吧。那你认可吃亏是福这句话吗？偶尔认可，偶尔不认可。人跟人相处之间，你哪怕有时候自己多付出一点也无所谓，但是有些吃亏并不是福，是教训。那在19年到23年之间，你有没嗯有过最难熬的时候？有过，最难熬的就是开美肉明那个店，其实就是最后堵住了一下，我把我的车都抵押给我朋友了，从他那边借一部分钱过来，去投资这个美肉明，就文昌万达那个店。整个我觉得那个几年都是几乎每天都是很难熬的，员工工资、供货商的货款、租金压力非常大呀，我每天一睁眼的开支是非常非常大的。就很多身边的人说我能活下来已经很不错了，有很多次就是无助到冰点，希望有人能拉我一把，帮我一把吧。就在这个时候，真的很难熬，没有进只有出，而且出的还非常多。我能扛到今天，我觉得靠的是啥呢？我的心态，还有就是我对成功的渴望。我经常跟我身边的人说你的热情如果能坚持下去，你肯定能成。我可能就再奋斗个2、3年，不准备再就是这样去生存生活了。我不想再这样去挣钱了，可能就是想平平淡淡的去做我想做的事情，感受一下中国所有地方。即便我没有钱，我也是想那样去感受。我觉得人生没有太多的时间给你这样去再去这样去奋斗了。我不想一辈子是做金钱的努力，有了就行了。
经常跟我在一块儿的人，他们嗯，都很清楚，每年的事情都很多。以前是疯狂的开店，就现阶段我的事更多。当你做了自媒体之后，会有更多各行各业的人找到嗯，你，就会有更多的机会，更多的嗯，抉择。那你是那种闲不下来的人吗？主要是渴望想达到某种结果吧。我奋斗这么多年，我想有一个品牌干出来，拿一个结果，拿一个结果。就是全国连锁。对，这7、8年里边儿，本来有一个品牌已经酝酿了好几年，结果到现在都没有做出来。那是什么契机让你开始想做自媒体？其实最早我是抵触自媒体的，我很反感就是那个打折扣那几个 APP，可能我们做生意的都比较反感啊，因为他打折了，你没打折，你的生意就会被他抢，所以导致最后大家都要进你这个游戏规则里边。被动卷起对，来。我说现在做个生意还得会演吗？还得会表演吗？然后就不喜欢，也不怎么刷。但是后来是小二哥啊，也是就是在这个行业算是，包括是在人生当中也是前辈啊。我俩呢有一个阶段就天天在一块儿，他也是人生到低谷了，他最后一个店马上也要闭掉，他当时就在研究这个平台，到处去学。一个将近50、60岁的人，我都觉得不可思议，他好厉害。懂得咋这么多，而且他思想非常超前。就是我没有跟他深入聊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一个年龄大的人。他说：“对，你也做这个吧。”他说：“现在这个确实好。”我说：“不行，我还是做不了。”其实当时也很难，我也很难。这当时还在那个阶段嘛，在19年到23年阶段，然后他就很下功夫在研究这个。我觉得就一个老头子了，都天天弄到晚上3、4点钟研究这个嗯，东西，我靠，我很佩服。结果他做了3年左右吧，很成功。说实话，很不容易。他当时放弃的就把所有的店该转的转，该卖的卖，该关的关，关的关。全没了。整个团队就是到处跑，大早上起来2、3点钟开着车到去拍胡辣汤，确实是很让人觉得这种精神。我觉得到现在他的精神都值得我们所有人，甚至比我再大一点的，我觉得都值得我们所有人学习。后来嘛，就是有一次机会，我们去合作了一个小项目，地摊儿。做着做着没往下进行了，有各种原因吧。当时就这样一个情况，我说，哎呀，不如我自己也做吧。我有这么多品牌历史，有嗯，这么多故事可以讲，我完全可以做这个线上嘛，自媒体。自媒体嘛。周口有很多的人基本上都去过我家吃饭，也知道我的品牌，但是不知道我这个人。虽然说已经30多了啊，但是我也觉得就是叫个小名吧。因为叫小名，我觉得是一种很谦卑的一个叫法嘛，就别很亲切。把自己很亲切，别把自己搞得多伟大似的，或者就是高高在上。就是我，其实我这么多年，我一直跟我身边的人就这样叫，我说你到任何时候跟你的下边的人去讲话，一定要平起平坐，你嗯，不要你坐着，别人站着，嗯，这样是不对的。你要对，尊重所有人，别对，人才会尊重你，真正的尊重你啊。可对。能在表面儿别人尊重你，但是在背后别人不一定尊重你。成功过，也失败过，但是我觉得我心态一直都这样，我没把自嗯，己当回事，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比别人高一等，比员工高一等，从来没有过。那你最初开始做自媒体的时候，有过数据焦虑吗？没有，因为当时也没啥概念。就我做自媒体的时候，其实也算我很晚很晚了，嗯，就是那个时候起号是非常非常难了，就现在涨粉儿特别难，不嗯。像刚开始可能一场直播一条视频都能涨几万，现在你累死。那你不关注点赞、评论、转发这些？其实咋说呢，我对流量倒没啥焦虑，但是我对流量有兴奋感。就比如说举个例子，这条视频，我靠，这一会儿流量跑得特别快，很兴奋，就很爽。就这个东西比挣到钱都爽，流量上来了比挣钱都爽，有过这个阶段。你觉得做自媒体设备重要还是内容重要？内容一定是内容，有很多人设备装备好的很，嗯，第一步都卖不出去，观众是要对你的东西是要能看进去，经过时间的且检验。认可。对，经过时嗯，间的检验，咱说近期吧，就是拍那个贾鲁贾院那个夜市，拍嗯，火了，因为确实是我是第一个去拍的，我拍火了之后，很多人紧接着去拍，结果他那个地方就越来越火，越来越火，现在火到一塌糊涂。我觉得这个夜市火到在河南都很难找这么火的夜市吧，老板都没想到他那个场子会那么火，这个我觉得吧，就是让我最具有成就感。那你觉得选题重要吗？选题巨重要，选大于努力，这就跟选人生、选工作、选什么都是一样的。但是有时候我不会说刻意的为了流量去做某种选题。最近一次让你
最开心的是啥时候？是我有一个项目签约的时候，因为我觉得我这个项目能成，在我人生当中可能是最后一个作品。感觉很重啊。有点儿，因为嗯，拿到了投资，很兴奋，粉丝跟你打招呼的时候不兴奋吗？兴奋。别人见到你给你打招呼，确实自己感觉很有成就感，因为诶，别人认识你，那对你的生活有没有影响？有影响。你要说没影响，真的有影响。就是有时候你去吃饭，嗯你去买东西或者干啥的时候，就有点不自在，就是会觉得被关注那种感觉，有嗯，一点不自在。就是有一个事儿很尴尬啊，去年冬天的时候，有一次跟我朋友去洗澡堂子，我都忘了，现在也算个公众人物了。脱完衣服才想起来，别人盯着我看的时候有点尴尬，就从那再也不去澡堂子了。现在做自媒体也会做一些商单上的服务吗？会，首先做任何事情，咱们的结果都是为了吃饭。中央电视台人家还接广告，那足球比赛还接广告，他不接广告，他足球赛咋办？他足球赛是需要钱去支撑的呀，队员工资谁发？我跟别人做这个不一样，我可能有一些人有一些生意是为了想帮他，我应该算是最懂做生意的人的这个媒体人，嗯因为我自己现在还有生意，我知道他的焦虑，他有嗯多难受，一家人守着一个摊子没有生意是什么样的感觉？有很多人面临着贷款，每天的开支没生意，这太多了，我见太多了这2年。所以我想帮他，我真的想帮他。我跟你这样说，在我视频里边，我帮过很多人。我的朋友圈经常发一些老板给我的回馈，不管是商单还是我帮别人的，我都有回馈，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特别多。比如说贾鲁家苑那个烤冷面，嗯赵赵烤冷面，嗯我当时去拍的时候，他一个人都没有，买一个咱们尝尝。结果一买很惊讶，好吃，甚至比那个螺蛳粉都好吃。结果我发了视频之后爆了他，他从以前一天卖不多少，到后来7、8点都收摊了，感觉很有成就感。大概有10、20个这种店全拍火了。老板给你回馈的时候就说：“哇，没想到你的流量这么猛。”最早你想小胖烧烤、小野人烧烤、魏大姐鲜炒鸡、极致烧烤、烤肠粉、蒸饺等等等等很多。从没有生意，可能一天就2、3桌，这种特别多。但是现在忙不过来，天天好东西没被让别人知道，他需要一个信任度。我做的就是这个桥梁，相当于现在大家普遍也面临一个问题，酒香也怕巷子深。一直都是这样的。我见每一个老板，我嗯更多的不是跟他讲流量的事儿，我可能80%在讲他这个店整体的问题，他的模式、他的产品，甚至他的门头、他的店里面的感觉、灯光、餐具，我都会跟他讲，包括它的价钱。我可以这样说，100%的老板都听我的。那你接触这么多周口本地的老板，你觉得他们共性的问题偏向哪些或者哪个点？都是自己守着自己的摊子，没有机会走出去，或者说去看更优秀的。但凡有点时间能看到更好的、更优秀的，你不至于就是你的模式做的这么滞后吧？概括下来就是他困在了自己的信息茧房里。对，还有一个就是很多老板不舍得就是花钱去做宣传。我还理了老板，听过华宇华的课，华宇华当时讲了一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做连锁或者说做店面或者做一些某种生意，就是一定要拿出来你的营业额的10%去做宣传，一定要拿出来。你一个店投了50万，结果你5000块钱都不舍得拿来去做宣传，你怎么可能能把50万挣过来？就我现阶段还见过很多老板在走弯路，我跟他讲了，他还走弯路，他就是不舍得在这上面去出钱，就觉得贵。比如说你这个月出1000块钱，嗯，他能帮你挣2000块钱，这个事就可以干。有很多老板，哎，我现在一天还能卖几千块钱，那我也赔不了。但是他没有考虑到这几千块钱是现在，他慢慢会走下坡路。你知道有很多老牌生意以前过得很安逸，现在都被他附近的生意给抢了，就是因为他太安逸了。他认为我现在还能卖几千块钱呢，但是他不知道他的流量在一点一点的下降。这个社会不进步就会挨打，那你在做老板 IP 这块儿有什么心得？真实很重要。每一个能把 IP 做好的人，一定要有自己的思想。其实我做了这个
探店之后，也有很多人在走我现在走的路，但是很多人就坚持不下去。很多老板有时候就面临一个啥问题啊？他说能不能帮我拍 IP，能不能帮我拍拍视频？我们店要做账号。很多老板认为自己能做账号，能给自己店引流，确实有的是可以的，但是有的就是在浪费时间，因为他拍那个内容太官方了，没人看。他除了自己自我欣赏，大家都很焦虑，又是快节奏的一个时代，喜欢看一些有内容、轻松能感染到他的、对他有用的。你那视频就天天讲你店里边，对他有啥用？你怎么评价周口越来越多的老板开始拍短视频、搞直播、做个人 IP？因为他看到了很多像我这样走出来有结果了，甚至他看到了外地、全网有一些做的比较好的，但是并不代表你能做好。自媒体时代就是他到了现在这个阶段，不是谁都能做了。你可能看到别人成功，他是在之前做成功的，之前那个时候好做，但现在不一样，现在做的人太多了。你怎么看待很多老板做 IP、读稿子、看提词器、表演人设？现在大多数人拍东西还都需要脚本，95%的人都需要，因为啥？没精力，没有自己的思想，也没内容。也没内容，这种他火不了，他也成不了。那你觉得老板做网红会不会丢失企业的那份厚重感？做 IP 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它确实能给你的品牌企业带去很多的曝光，但是同时也让你的有一些人原本对你的那种崇拜或者那种感觉，就因为你做自媒体，慢慢的就觉得不是太，就像刚刚你说那种厚重感。你像于东来，他就是想把他的思想分享出去，这个就是挺好的。但是他也不是说天天我说我胖东来，他是在讲幸福，在讲人生、人生价值。怎么活，我比较喜欢听他的东西。那你觉得老板做 IP，谁出镜重要，还是谁被记住更重要？谁被记住？我做视频从第一天开始就是我真人出镜，点不在那个视频上面，是在我这上面。到现在我都是真人出镜，以自己的思想去表达。为啥现在大家能记住小明，就是因为我一直都是在做我自己。所以让老板做 IP 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是让老板火，还是说让大家知道这个企业被信任？企业被信任，企业所倡导的核心价值比较重要，而不是老板火。做老板 IP，那到底是企业战略会议重要，还是选题会更重要？选题，就是选题大于企业战略对，那这个不相当于是流量思维了吗？我觉得选题是最重要的，因为你的战略是要跟着社会去，就跟着现在的节奏去走的。你的选题并不一定有流量啊，但是流量一定是可以带动你的战略的。做老板 IP，它的第一性原理是什么？我觉得想被知道的更多，信任成本。对，其实很多现实生活中，无论是人情交往还是生意，最后的成交都来源于信任。对。那你觉得做老板 IP 是研究人设重要，还是说找到人格化的接口重要？人格化的接口吧。为什么这么说？我觉得就是你咋说呢？就是是因为人设会崩吗？不是人设会崩。你做 IP 最终是要有一个目的的，你要沿着这个目的去走啊。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在做人设，那他就是在表演。对，而做接口呢，就相当于拿你身上最真实的部分，结合你的目的，对，真实的表达。对，对。那你认可真诚就是必杀技这句话吗？我认可，他到最终一定是这样的。那他在你现阶段有没有给你带来印象深刻的回报？有，比如呢？在这一块变现的情况下，就是说对待客户的时候，一定是用心给别人做的。其实有时候并不是为了要一个短期的回报，更多的是要一个大家对你的一个口碑。特别是现在这个阶段都是人传人的时代嘛，我很多都是因为这个老板，我现在生意不太好，想找人帮我推一下，他会问身边的人，别人都会给他推荐我，这个就是叫信任。正好要问这个问题，你觉得做老板 IP 的意义是什么？每个人不一样吧，但是大多数人是为了他自己的生意，就是让企业也有性格，对，有人情味儿，对，值得信任。对。但是很多人不是这样想的，
很多人是为了割韭菜我做火了有流量，我就带动我的生意了。他其实也是说，对对，也算是信任吧，对，也算是信。你也能火，那算是信任肯定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大家很多人认可你了。喜欢你才产生对信任，对有信任才会去捧场你的各种事业对生活。对，免不了问一个俗套的问题：你做自媒体赚钱吗？怎么说呢？赚钱吧，赚得多吗？不多。说实话，没有我做生意赚得多。我觉得吧，这个事儿它有两面，第一是能让我身边跟着我的人挣到钱，第二个呢，能真真正正通过自己的这个优势帮助到一些被需要帮助的人。真的，这个很重要。很多老板很焦虑，但是通过你的帮助，他好了，你知道那种感觉吗？你帮助的不是一个人，不是一个店，你帮助是一个家。解决真的现实问题。解决现实问题，我觉得真的很重要，很重要，真的。因为嗯我更多帮助的不是那些连锁的，我更多帮助的是那些个体户、独立的小店儿，独立的小店儿，他现实很难的那种，那这个意义重大。非常大。我做自媒体就这两点嘛。就每一个个对体、每个小家庭，对，其实是最难的。那现在周口越来越多年轻人也开始做自媒体，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不要盲目的去做。第一是时间成本，第二是你的资金成本啊。因为我也是拿着钱养了2年，中间开销是很大的，车马费、设备、吃、人、人力成剪拍本，每个月开支很大的。如果你不是说能咬着牙坚持到最后的，我劝你不要做，因为这个行业就是需要坚持。耐心。耐心，各种促使你不坚持的理由很多，到时候嗯，现实情况，在我身边其实太多了，我见到的，因为他会被现实问题所困扰。你并不是说你做就能直接能见到利益。我现在做这么成功，我都说了，现在不算赚钱，还是在积累你的这个资源跟你的信誉度这个阶段。那你觉得你做到现在，相较于同城其他的博主，你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核心竞争力就是我本身就是做这些生意的，嗯，我做了很多年的生意，就是每个环节我都亲自参与了，就是我也经历过很多的跌宕起伏、成与败，各种各样你做生意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所以说我能把我的经验带嗯，给这些老板，让他第一避坑，第二现在有问题可以帮他解决问题，包括他后期的发展，这都是我的优势。你一定要有精力，有自己的想法，能帮别人解决问题。如果你最终帮别人解决不了问题，没意义。不要因为我做这个看到别人挣钱我就能挣钱，不是那样的。不能只看表象，对还要看得见大家背后的付出跟努力。对，我从来没有脚本，因为我嗯们就要做周口本地真实流量，所有人都会关注吃，但是不是所有人都会关注宝宝婴幼儿啊、什么游泳啊、健身啊，不是这样，它只是说它是单独的一个赛道，很窄。美食是所有人都会关注都需要。都需要，而且美食已经成了吃饭已经成了现在人的一个娱乐项目中的排名第一。当你没事儿的时候，第一时间想的就是吃。你拍这么多美食，有没有遇见难吃的？有，但是难吃的一般我都不发了。不是说他这个店东西完全不行，是他这个店里边的某个产品不行。更多的是拍完之后，我直接会找老板。我去拍视频就是必须要见老板，不管是他好的不好的，我都会跟他聊，对他生意有帮助的地方，好不好我会说实话。那就问一个更实在的问嗯题：真的好吃，还是说有表演的成分？咋说呢？真的好吃占80%，表演成分占20%。因为你正常吃饭不可能那样吃的，说实话，谁也不可能那样大口的那样，真的，其实吃的也很累，你知道吧？就吃这份工作，别人觉得很幸福，但是我是觉得很累。当你帮助到很多人的时候，你就是就会有成就感，会嗯，推使你一直往前走吧。大多数确实是好吃的，真的好吃，而且做了这个事儿之后，我对我的这个眼界也有很大的帮助。我见到了很多好吃的，其实对我做品牌、做餐饮也是很有帮助的。这就相当于我是天天在走出去，天天都在见新的东西、好的东西。最近或者是3到5年，在自媒体这一块儿有什么明确的规划吗？就是继续去赋能吧。其实以前更多的是拍老店，现在更多的是赋能。就不管是你是哪类店，我觉得只要老板你愿意跟着我的节奏来，就嗯，是咱们
可以慢慢变好。那你觉得周口未来有哪些行业机会会更多？ AI 吧，人工智能一定是发展趋势。我觉得我们都要实时的去了解最新需要学习的东西和发展的东西。对周口这座城市有什么心里话？无论到任何时候，我觉得身边的人不管到哪都想回到周口。我觉得周口第一是有温度的，第二是让人觉得很轻松，而且我是希望更多的人才或者说老板吧，包括一些能管理着这座城市的人，我希望大家都真真正正用心去把这座城市建得更好，变得更好。如果让你推荐几道美食给大家，你会推荐什么？魏大姐鲜炒鸡、极致烧烤，商水有一个炒凉粉、凉拌凉粉，还有热干面，他家东西很好吃，大家可以去尝一尝。很小很小很小的一个店。那最后用一句话送给所有在周口打拼的生意人。首先是我希望大家一定要有大的格局，第二就是要懂得创新和改变，第三就是顺势而为吧。OK，非常感谢做了18年餐饮的小明以及周口美食博主全心全意和真诚的分享，期待我们在不久的未来再聊。很开心。